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仙女友九九。这几天九九去恶补了一部消耗大量脑细胞的番，我是懵懵懂懂的点进去，懵懵懂懂的走出来，回味了好久才直呼好家伙！说真的啊，今天要是不带点脑子看，那真成了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你和我。话不多说，大家准备上车。男主是一个五毒俱全、一事无成、每天打打扑克混混日子的社会青年，他叫做开司。这天开司输了牌，心情抑郁。要不怎么说是五毒青年呢？他发泄的方式都比较独具一格，扎人车胎，而且专挑贵的扎，报应来的就是那么快。宝马车主找上门，倒也不是为了让他赔偿车胎，而是特意上门催债。原来开司有一个朋友叫古田，借了30万高利贷，现在却联系不上了。开司就是那个倒霉催的担保人，行吧，开司自认倒霉，就说赔吧。好家伙，一问才知道30万利滚利现在已经是385万。作为穷屌丝中的穷屌丝，他怎么可能还得上？宝马车主邪魅一笑，告诉他还有另一个办法。1个月后，在晴海码头有一艘叫希望号的赌船，如果开司能够在希望号上挺过一晚，那么所有的债务都将一笔勾销。当然，如果他输了，可不仅仅是下船那么简单，他将会被遣离日本，不知道去哪旮旯劳务2年。车主还说，希望号是富人的善心和救济，因为这些高达几百万的债务是这些穷途末路的人无论如何都还不上的。一旦上了希望号，赢了，不仅可以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还可能会得到一笔不菲的钱财。就算是输了，劳务2年之后也会一笔勾销所有的债务。好家伙，这不光开司动心呢，九九我也动心啊！最终欲望和贪念战胜理智，开司被说服了。1个月后，开司上了希望号。入目一观，全是和他一样丧的五毒俱全的青年。主办方先是推出来1车钱，这些钱是赌徒们借贷的赌资，上限1000万，下限100万，利润以10分钟1.5%的速度上涨。赌局时间预计4小时，所有赌徒在归还借贷赌资的时候，必须高于本金的40%左右。简单来说啊，就是借100万就要还140万。这些穷途末路的赌鬼面对这么高的利息，都开始犹豫了。咬咬牙借100万的居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可是个重要角色，他叫做船井。人家一开口就借1000万，也正是他点醒了开司，只要保证自己取胜就可以了，管别人死活做什么。开司咬咬牙借了1000万。借了钱之后，主办方开始宣布规则，他们发给赌徒12张卡片，分别是石头剪刀布3种，各4张，然后每人3颗星星，说白了就是猜拳，赢的人可以夺走输的人的星星，要是出一样的卡则是平局，卡牌互相抵消，星星归属不做改变，所有使用过的卡片不可以重复使用，剩余的卡牌的数量会显示在电子屏上，在结束的时候不足3星者输，有3星但是卡没有用完者输，有卡但是没星者还是输。一共103个赌徒，412张卡。然后游戏开始，竟然10分钟不到就有倒霉蛋输完了3颗星星，被关进了小黑屋。本来就忐忑的开司更加害怕和迷茫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开始借1000万的船井主动找了开司搭讪，他非常自信地说已经发现了必胜的规则，只要他们合作一起保持平局，把手里的卡片相互抵消，2个人都可以保住3颗星。而且船井说他不是第一次参加，还说一开始的借贷赌资到了后期是可以购买星星的。我不得不说啊，船井你可真是个小节能鬼，有这么个老司机带，开司自然是感激涕零。前9把全部都相安无事，等到了第10把的时候，本来约好了一起出石头，船井却出了不，他连忙抱歉。开司仿佛是拿了傻白甜剧本，他还真的信了。然后船井顺利的赢走了开司2颗星。あんたは俺の何や？ものの5分も話さんかったのに、友達にでもなったつもりか？开司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他竟然把自己的未来和自由压在别人的判断和决定上。他现在只剩下1颗星了，只要再输，那么就要面临小黑屋的命运。在存亡之际，傻白甜开司觉醒了。就在这个时候，开司遇到了那个让他背上巨额债务的朋友古田。他也上了这艘船，并且输的还剩1颗星，这要是995我，非要把他的天灵盖拧下来。开司果然还是善良的，他准备和古田组队，想要逆风翻盘。他们还差一个有2颗星但是没卡的队友，好在上天还是眷顾善良人的，竟然还真的让他们找到了。这个男人叫安藤，他们仨准备组队，目前3人资金1400万，星星4颗，卡牌5张，分别是4张剪刀，1张布。
找到了队友开斯的心态稳了稳，结果没想到安藤也是个坑货，他骗走了他们1张布，结果还输了。但是开斯忍了，没把他踢出队。他们需要一个理想的对手，要找一个拥有9张卡，但是上把使用了石头和剪刀，也就是说现在有7张卡片的男人。结果还真给他们找到了。开斯还想再买1颗星，但是刚开局根本没人卖，于是开斯打算背水一战。这个男人专和1颗星的人比，采用高抛低吸的赌局攻略，用自己优势碾压弱小的对手，就像猎狗一样。开斯知道，只要自己这1颗星去猎狗的旁边痛哭流涕，那么他一定会答应和自己对战。2个猪队友还满心忧虑，但是开斯说这是他们最理想的对手。看那个猎狗的表情，开斯就猜到了，他必然是用了平衡战术，那就是保证自己的手里的卡片数量的均衡，然后用掉多余的那1张。而上2把已经用过了石头和剪刀，这把必定是用布。恰巧开斯他们最不缺的就是剪刀。凭借预判对手的走位，开斯赢了第1把。开斯想要乘胜追击，但是猎狗不可能再出布，于是第2把又把赢回来的星输了回去。实际上第2把是开斯的陷阱，猎狗想要2连胜，又提出再来1把。开斯像是输急眼了，答应了下来。要知道，注意平衡理论的猎狗，按道理说不能连续出2次布，除非他认为开斯必然出石头，或者是他出布将会立于不败之地。开斯连着出了2张剪刀，猎狗显然认为他接下来绝对不会再出剪刀了，不是石头就是布。什么叫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猎狗输了，他不可置信，再次叫住开斯。他以为开斯出了3张剪刀，绝对不可能再出第4张，但是平衡理论已经支配了他的大脑。第4把，开斯毫无疑问的大获全胜。人一旦对某种理论深信不疑，自然很难再去怀疑它。简单的石头剪刀布之中，却蕴含着人性的拷问。开斯究竟能否保持自己的人性？能否成功生存到最后下船？他的2个猪队友会不会坑他？宝贝们，带好充足的脑细胞，咱们下期烧脑继续。爱你们，臭宝。